秋子，我到了，是东海包间是吧？怎么哪儿都能遇到他呀？韩总，季小姐，这么巧来吃饭？约了个投资人。这么厉害啊？这么快约到投资人了？是个天使投资人。今天看完我的商业计划书就约了要聊细节。抱歉，不打扰，我先走了啊。好。韩总，要不您先走？好啊。星星，快进来，这里，进来呀！这是我好朋友季星，他最近创业特别忙，所以来晚了。啊，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季小姐是来见什么投资人的。啊，对耶，我们星星公司确实在融资。啊，对，韩总，听说您是做投资的，您有没有想法考虑投资一下1楼创业公司？不如了解一下我们星星的公司？对呀，我们星星实力很强的。不用麻烦。大家久等了吧？是不是都饿了？要不先吃？看来季小姐已经融到资了。还没呢，哪有投资人投他呀？提我干嘛？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讲的？我还以为季小姐要签约了呢。他之前接触那些投资人都特别不靠谱。不靠谱？是啊，都是些纸画饼不投钱的主，还有一个更绝的，直接想重金招安我们星星。用星星的话来说，就是特别狗，是吧？特别狗。季小姐没事吧？如果有需要，不妨时时找我。是，哎，韩总话都说这份上，那么主动，要不你们加个微信？不用麻烦了。不麻烦。加一个。常联系。谢谢韩总。不客气。手机拿那么歪，扫得到吗？扫到了。哦。星星，你电话号码赶快发一下呀！谢谢你啊。客气。招安条件依然有效。韩总，您以后要有时间也去我们星星公司坐坐呀，他那儿风景可美了。要不然聊聊你吧，秋子，今天你才是主角。哪有什么主角，大家就是认识一下，交个朋友。谁要和你做朋友？交了。来，吃啊！季小姐是不是饿了？来吃螃蟹。我现在不饿了。今天谢谢你们的招待。不客气。
这里不好打车，送你们吧。我们3个人坐得下吗？哎，海总，你记得跟我们星星常联系啊！你走那么快干嘛呀？这多好的融资机会！大侄子，你是不是对那个姬星有点意思呀？还不承认？今天是你相亲，哎呀，我跟那个魏秋子明显气场不合呀。倒是你啊，和那个姬星有一点可能哦。加油啊，大侄子！酒吧还想开吗？开，肯定开。我这今天不是表现挺好的吗？你可不能失言啊。企划案尽快给我。好，是，没问题。今天真是谢谢你们啊！那个雷踩的那叫一个准呐，准的不行了都。你踩什么雷呢？你知道那个韩总是什么人吗？他不是陆林家的亲戚吗？啊，他看着像陆林家的哥哥。他就是招安我们的人，广华的大投资人。他不会就是那个把你赶出饭局大老板，大学校友吧？那他说话还真是滴水不漏，我一点都没看出你们的关系，藏得够深的。啊，怪不得星星说他狗。对不起，宝贝，我已经脑补出你刚刚是不是脚趾抠出一道31厅了？何止啊，我都抠出了一个迪士尼了。我都一直跟你说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你还使劲把我往外推。不是，我以为你那意思是跟我俩客气，我心想咱们这关系你客气什么呀？我跟你客气什么呀？我都踢你了，我都打你，你看我磕成那样，我生病都没这么磕过，你看不出点我们没有默契了？不是我哪什么搞错了？还有你，这加微信就算了，你还让我加电话号码，这要不是你的局，我早走了，我尴尬死了。但是话说回来哦，你当着相亲对象的面要发票，你这是没看上？先生需要开发票吗？不用。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能要发票吗？当然。谢谢。看不上很正常。哎，我跟你说，那陆林家是我对家榜一，我简直恨他恨得牙痒痒，你知道吗？他这人眼神有问题，他去支持那什么毒苹果，那我们秋子怎么能看是个瞎子呀？我跟他一看就不是一路人，而且之前丽丽不是问我们要过发票吗？所以就顺手给开了。好闺蜜。哎，秋子啊，那你喜欢什么样男孩子呀？你说来听听呗。我呀，非要说的话，那就温润如玉，清瘦高挑，斯文优雅，不需要多富有，平和安稳就好。哎，对，你要是会做饭就更好了。那不就邵一晨嘛？哎，那你可要排我后面来。我上次就跟欣欣预定邵一晨兄弟啦，对不对？什么时候？你这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上次咱们吃饭的时候，你说他有个远房的表哥啊，是吗？我忘了。你怎么能忘了？哎呀，你说过的就。我们新城科技第一款模拟产品终于完成啦！季总，模拟产品已经做出来了，接下来该买打印机了，赶紧开始做产品实验吧。对啊，趁热打铁吧。放心，打印机很快就会到位。接下来收尾工作我跟知州来做吧。你们俩这2天连轴转辛苦了，给你们放3天假休息。谢谢季总，太好了，晚上我们去吃火锅吧。那我们先走了，季总，拜拜。好久没有吃火锅了。对，还可以去唱歌。你请啊？我行，那我请。走了。
星姐，这小夏已经问了我好几回打印机的事儿。虽然咱们现在模拟产品做出来了，但是如果打印机再不到位，工作就得停摆了。我知道啊，但是打印机要好几百万呢，我们现在根本就买不起。但好在我们的模拟产品做出来了，融资可能会更顺利一些。要不然，咱们先租一台打印机呢？租？靠谱吗？去市场上打探一下问问呗，看看哪些公司有空余的打印机，咱们先租一台，把产品时间往下先做了，然后如果能够做出融合期实物的话，那融资肯定也会更顺利。好，那我现在就去联系一下之前我接触过的几家公司。行，我也问问我认识的那几家。好，好，好，随时联系啊。好嘞。好嘞，好嘞，明白。如果您公司有机器能控制出来的话，一定要联系我。感谢感谢，那就这样，拜拜。哎，周周，我联系到航飞科技的人了，他们有一台打印机闲置，可能会出租。太好了。然后约了1个小时去他们公司谈具体细节。咱们那个合同修改好了吗？好了，你看看。星姐，给你点了外卖，吃午饭。啊，谢谢。喂，丽丽。喂，星星，我有个客户，他是做投资的，我跟他们说了一下你的情况，他还挺感兴趣的。我约他一会儿吃饭，你赶紧过来啊。啊，一会儿，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会，哎，那个跟客户问问能不能改个时间。想什么呢？当然不行，他明天出差就没空了。你要实在抽不开身，你让你那个合伙人来。也行，那我让知州过去，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行，我把地址发给你啊。哎，好，拜拜。知州。听见了，我去。行，那咱们分头行动啊。好嘞。先走了。哎，星姐，哎，吃饭呀。啊，行行行，我带着，路上吃啊。哎呀，下次掐稳点儿。哎，好嘞，慢点啊。来了。星星，4周年快乐！谢谢。4周年快乐！金怡1年就办一次这样的演出，我们不来的话，他肯定上爷爷那边告我们的状。好看，星星，你往左边一点，我们拍个全景。左边。对，这样也可以。季星，曾总，韩总，这么巧，这位是，啊，这是我男朋友邵一晨，一晨，这是广华的曾总，还有东一的韩总。你们好。在公司这么久也没见过你男朋友，这是刚刚交往的？我们在一起4年了。真好，快开始了，我们也进去吧。我们也走吧。这边也能走。现在小年轻做公司跟闹着玩似的。星辰科技，季星，邵一晨。要是哪天分手了，这公司怎么办？你什么时候开始对前员工这么关注？季星在我这儿做了这么久，关心关心很正常啊。不好意思啊，走，在前面。
我们好久都没来看话剧了。哎，这儿。对，坐。不错。微波给我。这边。你有进步啊，能沉住气啊。你看你刚刚见到你前老板的时候，你不是挺能忍的吗？基本的礼貌我还是懂的，但是我就是不高兴啊！谁让他之前扣我项目奖金啊？星星，刚刚和你前老板一块儿来的那个韩总，是不是之前要挖你去东一的那个人？我感觉他看我的眼神不是很友善。他看谁都不友善，友善才怪了呢。哎，人家好歹对你有知遇之恩。哎呀，你不能这么说人家。喂，志州。喂，欣姐。你是不是在剧院啊？对啊，怎么了？哎，对不起啊，我也不想打扰你和一晨师哥的。但是这个事儿实在是太突然了。我有一个师哥在瀚海干设备采购，然后他说他们那儿的打印机因为业务调整可以租借，但是我们要租的话必须得先付押金，而且得尽快，因为找他的人非常多。一定要现在吗？对，他就这会儿有时间。那我现在过去找你吧。哎，那我把定位发给你啊。好的，好的，再见。不好意思，一晨，你知道现在我们星辰都买不起打印机，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租打印机的机会，要是错过了就没有了。但是的确太临时了，我得去吧。你真好。那你看完了以后，你跟我讲讲啊。我完事我去找你。注意安全。好的，好的。哎。黄哥，你看能不能稍微再给我们便宜一点？50万押金是1分也不能少。你们知道这机器多贵的，这往外借肯定是要押金的，但是租金便宜啊，只要你们不损坏机器，那押金是可以拿回去的。对，就是能不能稍微再……小苏啊，租金我已经给你打完折了，你知道最近有多少人在约我？要不是咱们俩关系好，我也不会和你闲聊。是，那是。你看，电话又来了。喂，徐总啊，是啊，我知道，你放心，我一直在想办法呢。啊，他靠不靠谱啊？原来大学和我是一个社团的，对我一直挺照顾，但是他确实是瀚海的员工。入职的时候，我看他发过朋友圈。主要是吧，这个50万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它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现在我们账上就只有10几万了。欣姐，要不然咱们想想办法，再借点钱，先把这机器租下来。我是这么想，租到了机器，打出样品，咱们融资也能更快一点。哎呀，也只能这样了。你好，这些一共2万2，请问您怎么支付？微信。好的。稍等一下。喂。丽丽。我们现在想租3D 打印机，账上钱不够了，你能不能借我一点？行啊，你要多少？10万可以吗？没问题，我现在打给你。哦，爱你，我一定尽快还。行了，别肉麻了，就当我投资你了，未来的科技新贵。
不好意思啊，这些我不要了。好的，欢迎您下次光临。你以后一定能当店长。谢谢。太忙了，考虑的怎么样了？你们要是再不做决定，我可就答应别人了。黄哥，我们刚刚考虑了一下，觉得可以，但是我们要跟瀚海签合同。我们这本来就不是正规渠道，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机器空着就空着了，是不会往外借的。这样，要么和我个人签，要不就算了。唉，这点魄力都没有，还是不要出来创业。哎，黄哥，等一下。黄哥，我们签，我们签。走，黄哥，这才爽快嘛！来，合同，一式2份。哎，但是呢，我们现在只能给到1半的价格，等3天后打印机到了，我们再把剩下的款打给您，您看可以吗？行，我也是看在小苏的面子，我才答应的。哎呀，感谢感谢，请吧。打个篮球这么大火气干嘛？她有男朋友了。纪星，她什么情况？她有男朋友了？有男朋友也没事吧？也没结婚。我可跟你说啊，纪星已经研究出模拟产品了。你再不出手，她要是接受了别人的投资，你可就真一点机会都没了。但只要你投资了他就是你的员工。什么意思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嘛。馊主意。星姐，黄哥走之前说了，机器用不了3天，2天就能到。哎，那太好了。还是你厉害，想到了分2笔付款，要不然咱这一下还真凑不出这么多钱。这样，等机器到了之后，我再跟黄哥好好说说，剩下那部分押金啊，就争取给咱免了。行嘛，试试呗。那机器这边你来盯着，钱我来想办法。放心吧。希望一切顺利。一切顺利。行行，忙完了。哎呀，我一谈完就过来了。我在路上买了点吃的。那你怎么这么晚都不吃饭啊？我想跟你一起吃。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得庆祝庆祝。我去洗手。哎，今晚我们在茶几上吃吧，还能看看电视。听你的。哎，那菜没凉吧？你爱吃的那家酸菜鱼关门了，不知道这家怎么样？哎，怎么不打开呀？怎么了？你笑什么？你背后拿了什么东西？我看看，我看看。哦。星星，我们结婚吧。一晨，我很想，但是现在星辰才刚起步，还不稳定，你能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吗？我要是现在答应的话，特别像是在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对你对我都不尊重。
先收起来，等我融到资，反过来我跟你求婚，好不好？好。拉钩。等我。盖章。黄哥，黄哥，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黄哥，志忠，学长，你也是来找阿黄的？是啊，我这前段时间找他租设备。钱都给他了，说好今天带我去看的，结果这联系不上了，好几天没回来了，这个月房租都给他垫的。哎，你要是找着他，抓紧让他给我回电话，不能一直给他垫房租啊。房租都是你垫的？对呀。他这什么情况呀？之前我听他打电话说，好像财务出点问题。哎呀，别担心了啊，接着坐会儿。行。回见啊！什么？对不起啊，欣姐，都是我的错。报警了吗？我现在去了解一下情况。哪个派出所？东里。你说这钱能要回来吗？等欣姐回来再说吧。哎，你说咱们怎么就这么倒霉？这么关键的时候，居然遇见这么一骗子。等咱们融资一到手就好了，这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那融资什么时候到手？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房东催房租，没事。急啥呀？你又不会连夜卷铺盖跑人。马上就发工资了，你让他再等等。爸，你就当是帮帮我行吗？你帮帮我，我们现在就差一点儿就成功了呀！你这才刚开始就会骗那么多钱，还让我给钱，不可能！你别求你妈啊，这事儿没商量。创业的事情等你有了社会经验再说。房子暂时免费给你朋友用，乖乖听话，给我回来，不然我连那套房子我都给你抽了。不是爸，我。我的信用卡还没有逾期过，连分期还款都没有。我的征信应该是非常好的，您帮我查查，最多能申请多少额度？哎，好的好的，那我等您消息。哎呀。季总，还没吃饭吧？啊，谢谢。哎，他们人呢？苏总有事出去了，小尚去吃饭了。你吃了吗？啊，我吃过了。季总，派出所那边说什么了吗？说调查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小夏，你是有什么事儿吗？季总，这几天我从外面听到点消息，说我们公司根本就不可能融到资，投资公司都说我们的要求太高了。我们的模拟产品已经做出来了，相信很快可以融到资的。抱歉啊，季总，我真的很感谢这段时间您对我的栽培。选择来星辰，我就是想用技术闯出一片天地。可是现在模拟产品做出来了，打印机还迟迟不到位，我每天在工位上坐着无所事事，再这样下去，我人就要废了。我明白，小夏，我知道你为公司付出了很多，但是现在公司遇到了困难，我在尽力解决。你放心，我跟你保证，只要公司走上正轨，你的工资补贴全部都给你补上。我已经决定了，实在不好意思。行，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就不勉强你了。希望你今后一切顺利。谢谢。季总，季总，季总。这是我们的模拟产品，原本是打算用打印机打印出来之后，再去拉投资的。后来，韩总，之前您不是邀请我们来东一吗？想问问您，这个邀请现在还作数吗？你来找我，季星知道吗？那你应该说服他一起来找我。我们其实我们会，小夏，我这忙着呢，你。星姐晕倒了，怎么样了，医生？别担心啊，没什么大碍，他应该是长期工作压力大，休息不好，再加上低血糖和低烧，所以才会晕倒。先输着液吧，加了一点安神的成分，让他好好睡一觉就好了。之后也要注意多休息，尽量别换药啊。好嘞，好嘞，谢谢医生。韩总，通知他朋友了吗？在来的路上。韩总，跟您说实话吧，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前段时间我们图便宜租了一台3D 打印机，结果对方卷钱跑了。我们公司账上现在是1分钱都没有。您能不能看在您和星姐大学一块参加过比赛的份上，给我们投资？私交是私交，工作是工作。如果你们连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住，投了你们也是白投。你们要真为他好的话，就劝他接受我的条件。喂，妈。依晨啊，你
情。他平时对你不上心也就算了，可这种时候还不帮忙，以后你还怎么指望？妈，你放心，钱的事儿我一定会解决。这件事本来就跟星星没关系，别着急啊。拜拜。医生师哥，秋子，你怎么在这儿？我们材料院跟你们医院有合作啊，我今天过来开会呢。你是家里遇到什么事儿了吗？啊，抱歉，我刚刚不是故意偷听的。没什么。师哥，这个你先拿去应急，密码我一会儿微信发给你。不用了，不用了，秋子，钱的事儿我会自己解决。你跟我就别这么客气了，拿着。谢谢你啊，秋子，之后我算上利息一块给你。好了，师哥，不管你遇到什么难题，我都相信你一定能够解决好的。秋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我们不用这么客气嘛，本来就是校友，欣欣又是我闺蜜，而且你应该都跟她求婚了吧？啊，那这样我们就更不用见外了呀。谢了。你好，请问输液室在哪儿？哦，在那边。谢谢啊。没事儿。哎，丽姐，怎么样了？医生说没事儿，压力太大了，好好休息休息就行了。行，我看着他吧，你先回去吧。啊，行，那我先回。怎么样了，宝贝儿？医生说你是压力太大，前段时间你没休息好，你都把自己弄晕倒了。你下回可不能这样了啊！啊！对不起，我把你的钱都赔进去了。你说什么呢？刚跟你说别有压力，你公司又不是注销了，我还等着你融资带我一起飞呢。啊！别想那么多。你饿不饿？我去给你买点吃的。你自己在这儿休息好，马上回来。嗯。喂，依晨，星星，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我爸因为帮别人担保，把自己卷进了一个还款的官司里，也强制执行了。哦，不过没事了，有朋友帮了忙，已经解决了。对不起啊，我今天没事，你忙我理解。我现在要回老家处理一下后续的事情，先挂了啊，多注意休息。
老板，季小姐出院了。放心吧，欣欣还在睡觉呢。对啊，丽姐，你工作找怎么样了？丽丽离职了。欣欣，你怎么起这么早？我问她。丽丽，是不是吴总那个事儿连累你了？说什么呢？吴总是我自己得罪的，辞职也是因为我不想干了，跟您有什么关系？对不起啊，没想到那件事给你造成这么大影响。你别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扛行吗？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干嘛呀？你怎么起那么早啊？你再去睡会儿吧，多休息休息啊。我先挂了啊。你也别担心丽姐了，她有好多猎头想挖她呢。进去洗漱了。哎，你昨天才刚打完吊瓶，医生说你得休息。我不能休息，公司还有好多事儿。不是，那你也得好好休息，调养身体啊！你知道吗？人打完吊瓶。哎，刘总您好，我是新城科技的季星，我们之前聊过的。林总啊，之前我们聊过，只要打印机一到位，我们保证模拟产品马上就能做出来。模拟产品的3维模型我们已经做出来了。可以，我们什么时间都可以。哎，马总，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给您送过去。哪怕就是时间晚一点，等您忙完以后我去找您，咱们面谈吧。股份可以面谈，我们绝对有诚意。行，那我等您的时间，我等您信儿。哎呀，不好意思啊，那打扰了，朱总。季总，早点休息吧。哦，谢谢。哎，小尚。融资的问题我跟这周会解决，就是这个月的工资可能会晚一点给你，但一定会给到你，放心。季总，我相信你和苏哥，创业初期肯定会比较难，我也都理解。你放心，我没有什么生活压力，钱也够花的。就是你和苏哥要注意多加休息，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融资的事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忙吧，但是我也会去努力想想办法。我相信我们新城一定会渡过难关的。一定会的，谢谢你，小尚。那我先回去了。早点休息。所有投资人都联系了。星姐，要不咱们还是考虑一下韩总的建议吧。我们有产品，依托东洋医疗的话，也能实现咱们的梦想。其实我是觉得吧，虽然听韩总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但是同时也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呀。喂，你好。你好，是季星吗？我是，您是哪位？我是东洋科技的韩苑，明天上午有时间见一面吗？有。苑总，他们到了。苑总。苑总。老板，苑总正在见季小姐。
他要是个聪明人，就不会接受韩院的投资。老板，我是觉得季小姐现在已经进入绝境，如果再不接受投资的话，公司就要倒闭了。我担心，投资与被投资是个双向选择。如果这一点压力就能让他失去判断力，那我投他也没用，未来他也不可能成功。不如早点放弃，也不至于摔那么惨。可是，一旦苑总投资了他就站到了您的对立面。到时候，您真的要亲手掐灭星辰吗？咱们开门见山，星辰的资料我看过了，内容成熟，有想法。我们投资部的人说，你们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模拟产品，很优秀。感谢苑总的肯定。我对你们公司的未来很看好，我想一起合作。我们也很希望能跟苑总合作。那么你们对投资人的想法是什么？1000万15%的股权。我们希望投资人能够完全信任星辰，并且不过多的干涉星辰内部的自主权。就是不直接管事儿是吧？好，我同意。但是我要投2000万，33.4%的股权。毕竟如果发展的好的话，后续还有多轮融资，15%的股权太少了。你不用担心，这33.4%的股权并非我一人持有。如果将来发现优秀的研发人员或者团队，我是需要股权来吸引他们的。季小姐是有什么顾虑吗？苑总，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能不能保证未来星辰的创始团队不会被替换？这个，我们现在聊为时过早了吧？再说，你对自己的团队这么没有信心吗？我当然有信心，但是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我理解，但是我这个人呢，喜欢速战速决。我最近是对这个赛道比较感兴趣。当然，被投公司也不止你们一家。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上午10点给我一个准确答复。我相信你们都是聪明人，会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好。你该不会是想拒绝他吧？志州，33.4%的股份，已经可以拥有1票否决权了。这样未来我们会很被动。而且我最后问他能不能保证创始团队不会被替换掉，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可是咱们也不能因为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危机，而放弃眼前的救命稻草呀。就算以后可能有危险，那我们也可以想办法避免的呀。你看看这个，他以前投的公司，创始团队都被他架空了。我觉得星辰不会成为例外。但是，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店了。现在都看不到希望，还谈什么未来呀，星姐？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吧，要不然咱们真的撑不下去了。我再想想，再想想。哎呀，
青青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撞南墙不死心，还不如让他试试。有的人创业好，有的人创业不好，万一他拍死在沙滩上了呢？可是咱们也不能因为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危机而放弃眼前的救命稻草呀。但梦想再远大，总得立足于现实。创业，你们不行。当然，被投公司也不止你们一家。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上午10点给我一个准确答复。苑总，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能不能保证未来新城的创始团队不会被替换？这个，我们现在聊为时过早了吧？再说，你对自己的团队这么没有信心吗？一旦苑总投资了他，他就站到您的对立面了。到时候，你真的要亲手掐灭星辰吗？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店了。现在都看不到希望，还谈什么未来呀，星姐？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吧。老板，季小姐进了东科。老板，季小姐拒绝了苑总。走，去星辰。除了东科，星辰恐怕没有别的选择了。你确定你要拒绝我吗？谢谢苑总的青睐，但是我还有一些别的想法。别的想法？你是指你担心将来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实不相瞒，是的。这个在商场上再正常不过了吧？你要知道。那些创业者在我投资他们之前，都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离场的时候都身家过亿，根本就不用拼搏就可以安享后半生。你们这些创业者，
不就是为了实现财富自由吗？我只是提前帮你们实现目标而已。我也想实现财富自由，但是我更想要一个能实现理想的舞台。我知道可能在您看来这个想法很天真，但就是这些一直在支撑着我。谢谢苑总，希望未来我们有其他的合作机会。聊聊。2000万，33.4%的股份。公司的事定期跟我汇报，这是我的底线。不行，33.4%已经拥有决策权，我没法接受。1500万，20%股权，星辰拥有绝对自主权。真当投资人是天使了？你要明白，一个靠谱的投资人除了能给你钱，还能给你广阔的资源和人脉。但即便如此，投资人也不是帮你做梦的天使。你不是天使，不代表世界上没有天使。你的条件有人开过了，但在相同的情况，我应该会考虑先来后到。当然，如果你开出更优越的条件，比如降低股权占比，或许我可以考虑一下。事到如今，再拿假消息骗我就没意思了，是不是？季星，我不觉得有人会答应你的条件，尤其是韩渊，你们已经见过面了。你应该有判断力。你的方案里只有一个亮点，你说要将私人定制化和医疗大数据相结合，但据我所知，你目前所有的数据还是在广华时期所积累的。那以后呢？你能拿到更多更新的数据吗？东医有智慧云医生，海内外有用不完的数据库，光是这一点，别的投资人就比不了。但别的投资人都很和气友善。和气友善，能解决星辰的问题吗？你看起来就是很不好相处啊。不是看起来，是真的很不好相处。但这跟星辰的未来比，重要吗？我相信你有判断能力，否则你不会拒绝韩渊。你也说过，要将软件硬件相结合，选择我和东一，星辰才有更好的未来。你开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但是我希望未来星辰不会引入外部团队，内部人事完全由我自己一个人做主。好，定期向我汇报，我需要2年的监管权。合作愉快。合作愉快。